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小莫啊，我的好侄子，你可得救救姑姑，救救你表哥啊！姑姑给你跪下了。電話那頭是我姑姑林秀芳，聲音抖得像秋風裡最後一片就要被扯碎的破葉子，帶着一股子黏糊糊的、讓人惡心的絕望。我捏着冰涼的手機，指節因為用力而凸起，慘白慘白的，像死人的骨頭。我看着窗外那片潑了墨似的城市夜景，千萬盞燈火在我眼裡糊成了一團鬼火。我對着聽筒一字一句的用這輩子最平靜的聲音回他：姑姑，天黑了，路滑，小心在黄泉路上摔跤。他在那頭猛地倒吸一口涼氣，喉嚨裡發出咔的一聲，像是被人活活扼住了脖子，再也發不出半點聲音。我知道他聽懂了，那根扎在我心裡十幾年的毒刺，終於在這一刻被我親手磨成了審判他的針尖。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那年冬天格外冷，雪下得像要把整個世界都給埋了。村口那棵老槐樹的枯枝上掛滿了冰棱子，亮晶晶的，像一具被風乾的骨架上掛滿了妖怪的牙齒。父親搓着一雙滿是裂口的黑手，哈出的白氣瞬間就在空氣裡結成了冰碴子。他說：莫娃，穿厚實點，城裡人講究，別讓人家看扁了。我身上穿着母親連着熬了好幾個通宵趕出來的新棉襖，面子是藍色的確良布，裡子是東拼西湊的碎布頭，針腳歪歪扭扭，像一條醜陋的蜈蚣趴在身上。這就是我們家能拿出的最體面的東西了。籃子裡是幾個蔫頭巴腦的蘋果和一捆凍得硬邦邦的粉條，還有2隻瘦得只剩骨頭架子的風乾雞。那是父親盤算了一整個冬天才下定決心從雞籠裡抓出來的。這就是我們家能拿出的最豐厚的年禮了。去城裡姑姑林秀芳家的路就像是去西天取經，漫長的讓人絕望。我們先是走了10幾里結了冰的土路，然後搭上村裡牛師傅那輛四面漏風的拖拉機，在突突突的轟鳴聲裡，感覺五臟六腑都要被顛出來了。最後，我們才在縣城的汽車站擠上了一輛開往市裡的長途車，車廂裡的氣味很衝，混雜着汗臭、煙味、方便麵味和一種說不上來的屬於貧窮的餿味。父親把那個裝着年禮的籃子緊緊抱在懷裡，像是抱着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炸彈，臉上堆着卑微而又期待的笑。他說：你姑姑家住的是別墅，可氣派了，2層樓，比村長家的瓦房還大。他的眼睛裡有一種渾濁的光，一種對我們這種人來說遙不可及的向往。我沒說話，只是把臉貼在冰冷的車窗上，看着外面那些光禿禿的樹木和灰蒙蒙的天空，像電影一樣一幀一幀地往後倒退。姑姑林秀芳的別墅區叫香榭麗舍，一個光聽名字就讓人覺得舌頭打結的地方。門口的保安穿着筆挺的制服，眼神像刀子一樣在我們父子倆身上刮來刮去，最後落在我父親腳上那雙沾滿黃泥的解放鞋上，嘴角撇出一個嘲諷的弧度。父親被那眼神看得手腳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放，他下意識地把腳往後縮了縮，一張老臉漲成了豬肝色。穿過修剪得過分整齊的草坪和一排排像是從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別墅，我們終於找到了姑姑家。那是一棟白色的3層小樓，門口停着一輛黑得發亮的轎車，車頭那個銀色的標誌，我後來才知道叫奔馳。門開了，一股混雜着暖氣、香水和飯菜香味的熱浪撲面而來。
讓我瞬間感覺自己像個掉進熱油鍋裡的冰塊，渾身不自在。開門的是表哥王浩，他比我大2歲，穿着一身我叫不出牌子的絲絨睡衣，頭髮油光锃亮，看我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2個從垃圾堆裡爬出來的要飯的。喲，誰呀？這是。他捏着鼻子，誇張地往後退了一步。大舅，你們怎麼找到這兒來的？也不怕把我們家地毯踩髒了？父親的腰瞬間就彎了下去，他尷尬地笑着，在門口那塊昂貴的地墊上使勁地蹭着鞋底，嘴裡不停地說：“髒不了，髒不了。”我們在門口換鞋，換鞋。姑姑林秀芳的聲音從客廳裡傳了出來，尖利而又刻薄，像一把生了鏽的銼刀。誰在门口大呼小叫的？還有没有點規矩了？建國，去看看是哪個不長眼的。一個穿着真絲襯衫、戴着金絲眼鏡的男人走了過來，那是姑父王建國。他看到我們，臉上先是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厭惡，但很快就被一種商人特有的圓滑的笑容所取代。哎呀，是大哥和莫娃來了，快進來，快進來！秀芳，你娘家哥哥来了。他嘴上客氣着，卻一步也沒有上前幫我們拿東西的意思。客廳裡燈火通明，亮得晃眼，地上鋪着能照出人影的紅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個像無數眼淚串起來的水晶燈，沙發上坐着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她們正圍在一起打麻將。看見我們進來，只是懶懶地抬了抬眼皮，隨即又把目光投向了面前的麻將牌，仿佛我們是2團會走路的空气。姑姑林秀芳就坐在他們中间，她穿着一件紫色的旗袍，手指上戴着鴿子蛋大的鑽戒，在燈光下閃着刺眼的光。她甚至沒有站起來，只是用夾着香煙的手指了指旁邊的小板凳，語氣裡充滿了不耐煩：“來了就坐那兒吧，別杵着礙事。吃飯了嗎？廚房裡有剩飯，自己去熱熱。”父親把那個籃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牆角，搓着手，笑得像個做錯了事的孩子。吃了，我們在路上吃了。秀芳啊，這是家裡的一點心意，自家種的，不值錢，就是個新鮮。表哥王浩一腳把籃子踢翻了，那2隻風乾雞和幾個蘋果滾了一地。什麼破玩意兒！他尖叫起來，好像被蝎子蟄了，一股子窮酸味儿。拿這種東西來我們家，是故意惡心我們嗎？爸媽，你們看看他拿的這是什麼？滿屋子的客人都停下了手裡的動作，齊刷刷地朝我們看來，那眼神裡有鄙夷，有嘲笑，更多的是一種看好戏的玩味。我的臉疼的一下燒了起來，血氣直衝頭頂，我感覺全身的血液都凍住了，又在下一秒沸騰起来。父親慌忙蹲下去撿東西，他那雙粗糙的手抖得厲害，好幾次都抓不住那個滾圓的蘋果。他一邊撿，一邊對着所有人點頭哈腰：“對不住，對不住，孩子不懂事，是我沒教好。”就在那個瞬間，姑姑林秀芳站了起来，她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地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隻骯髒的流浪狗。她從她那個鑲滿水鑽的手包裡慢條斯理地抽出2張紅色的嶄新的100元鈔票。她沒有把錢遞給我，而是像扔垃圾一樣直接甩在了我的腳下。拿着這200塊錢，她的聲音冷得像冰：“去汽車站買2張票，立刻馬上滾回你那個窮山溝裡去，別在這裡丟我的人，礙我的眼。”那2張鈔票輕飄飄地落在地上，紅得那麼刺眼，像2灘濺開的血。時間仿佛在那個瞬間靜止了，我能聽到麻將牌的碰撞聲，女人們的竊笑聲，父親粗重的呼吸聲，還有我自己心臟被一寸寸碾碎的聲音。
父親屈辱地彎下腰，撿起了那200塊錢。他想把錢塞回給姑姑，嘴唇哆嗦着，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林秀芳像是被什麼髒東西碰了一下，立刻尖叫着躲開：“別碰我，拿開你的髒手！”我一言不發，我死死地盯着他，想把他那張因為刻薄和傲慢而扭曲的臉永遠地刻在我的腦子裡。我的指甲深深地陷進了掌心的肉裡，很疼，但這種疼卻讓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醒。我的眼睛裡沒有淚水，只有一團黑色的、冰冷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燒。在我們被像垃圾一樣掃地出門之前，我站在玄關，無意中聽到姑父王建國在陽台上壓低聲音打電話。他的聲音很緊張，也很興奮，像是某種在黑暗中覓食的野獸。城南那塊地手續有點麻煩。對，就是原來的化工廠那片。放心，我已經找了老張，讓他去壓一下，保證萬無一失。老張，城南的地，手續，這幾個詞像幾顆冰冷的釘子，毫無徵兆地釘進了我的腦海裡。那時候的我還不明白這些詞背後到底意味着什麼，但我的直覺告訴我，那是一個和我腳下這片屈辱之地完全不同的、充滿了秘密和交易的黑暗世界。回去的路上，父親一句話也沒說，他只是默默地抽着煙，一根接一根。車窗外的大雪又開始下了，密密麻麻，像是老天爺的眼淚。父親的背在昏暗的光線下顯得那麼佝僂，那麼蒼老。我知道，姑姑那200塊錢不僅砸在了我的臉上，更砸碎了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一輩子引以為傲的那點可憐的骨氣。回到家後，我把那200塊錢用圖釘死死地釘在了我書桌前的牆上。我沒有把它壓在玻璃下，我要讓它就那麼暴露在空氣裡，讓它的每一次褪色，每一次捲邊，都像鞭子一樣抽打着我，提醒着我那個大年初2的下午，那個充滿了香水味的客廳，和那句拿着錢趕緊滾。從那天起，我瘋了，我像一頭被逼到絕境的狼，開始用一種近乎自殘的方式學習。凌晨4點半，村裡的雞還沒叫，我就已經站在院子裡，借着屋檐下那盞昏黃的燈泡背書。深夜12點，全村都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我房間的窗戶還透着光，像一隻永遠不會疲倦的眼睛。我把所有能找到的習題冊都做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一道題的解法都像烙印一樣刻在我的腦子裡。吃飯的時候，我在背單詞；上廁所的時候，我在想物理公式；睡覺的時候，夢裡都是各種複雜的函數和定理。村裡人都說林家的莫娃瘋了，讀書讀傻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沒瘋，我只是餓了。我對知識的渴望，對走出這個窮山溝的渴望，對有朝一日能夠堂堂正正地站在那些曾經羞辱過我的人面前的渴望，像野草一樣在我心裡瘋狂地滋生。3年後的夏天，一張來自國內頂尖政法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像一道金色的閃電，劃破了我們村沉悶的天空。我以全縣狀元的身份，考上了那所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學府。父親拿着那張薄薄的紙，手抖得比當年撿起那200塊錢時還要厲害。他哭了，一個50多歲的男人，哭得像個孩子。大學4年，我像一個上滿了發條的陀螺，一刻也不敢停歇。我拒絕了家裡所有的生活費，因為我知道家裡的每一分錢都是父母彎着腰從那片貧瘠的土地裡一滴汗一滴汗地刨出來的。我去做家教，去餐廳端盤子，去建築工地搬磚，去發傳單，去送外賣。我用我掙來的錢
給自己交學費，給自己買最便宜的饅頭，剩下的全都寄回家裡。大二那年，我用我攒下的第一筆巨款，給父親買了一雙皮鞋，給母親買了一件羊毛衫。電話裡，母親哭得泣不成聲。她說：“莫娃，你別這麼苦自己，家裡不缺錢。”我握着電話，笑着說：“媽，我不苦，這是兒子孝敬你們的，你們就高興地收下吧。”掛了電話，我的眼淚才不爭氣地掉了下來。我不苦嗎？苦。當我的同學在談戀愛，在打遊戲，在享受青春的時候，我正在零下10幾度的寒風裡，騎着一輛破舊的電動車，為了一單5塊錢的配送費，在車流裡玩命地穿梭。但這點苦和那個下午所受的屈辱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在學校的法律援助中心，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力量。我幫助一個被无良包工頭拖欠了整整1年工資的農民工大叔打官司。我翻閱了大量的法律條文，寫了10幾遍起訴狀。在法庭上，面對對方那個油嘴滑舌的律師，我憑借着縝密的邏輯和清晰的條理，駁得他啞口無言。最後，法官當庭宣判，包工頭不僅要全額支付拖欠的工資，還要支付相應的利息和罰金。大叔拿到錢的那一刻，他撲通一聲就給我跪下了，哭着說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扶起他，看着他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心裡五味雜陳。我幫的不是他一個人，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親，看到了千千萬萬個像我父親一樣善良、懦弱，在強權和資本面前毫無還手之力的底層人民。那一刻，我心裡那顆名為復仇的種子，旁邊悄悄地長出了一顆新的名為正義的幼苗。畢業的時候，一家國內頂級的律師事務所向我拋來了橄欖枝，年薪50萬起步。我的同學們都羨慕得眼睛發紅，他們說：“林默，你小子總算是熬出頭了，以後就是金領了。”我謝絕了那份 offer， 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我毅然決然地報考了國家公務員，並且選擇了最難考、競爭最激烈，也是最核心的部門之一——紀檢監察系統。他們都覺得我瘋了，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偏要去擠那座獨木橋。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想要的從來就不是錢。錢能買來別墅，能買來豪車，但買不來尊嚴。我要的是一種能讓規則說話的權利，一種能讓那些自以為可以把別人尊嚴踩在腳下的人，在規則面前也必須低下他們那顆高貴頭顱的權利。經過幾年的基層鍛鍊，我因為工作能力突出，連續破獲了幾起大案要案，逐漸在系統內嶄露頭角。我的名字也因此傳到了省裡一位老領導的耳朵裡，他就是周書記。周書記是一個面容清瘦，眼神卻異常銳利的老人。他第一次見我的時候，沒有談我的功績，而是問了我一個問題：“小林，你為什麼選擇這條路？”他靜靜地看着我，仿佛能看穿我的靈魂。我沉默了很久，最終還是選擇說出實話。我把我10幾歲那年在姑姑家經歷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我說完了，甚至做好了被他看清的準備。畢竟我的初衷聽起來那麼不高尚，充滿了個人恩怨。沒想到周書記聽完後，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好啊，一個沒有被欺凌過的人，很難真正懂得公平正義的可貴；一個心裡沒有恨過的人，也很難真正懂得慈悲的重量。你背景乾淨，像一張白紙；能力突出，像一把開了刃的刀。最重要的是，你心裡有火，這團火用得好了，可以燎原。”
可以燒掉那些藏在陰暗角落裡的污泥濁水。小林，我很看好你，跟着我好好幹吧。那一刻，我感覺心裡那團壓抑了多年的冰冷的火焰，仿佛找到了一個出口，開始燃燒出灼熱的溫度。幾年後，省裡收到多封匿名舉報信，矛頭直指我姑姑所在的城市江川市。舉報信的內容觸目驚心，涉及非法集資、騙取土地開發權、官商勾結等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據說，江川市的商界和政界已經形成了一張巨大而又緊密的關係網，水潑不進，針扎不入。省委對此高度重視，決定成立一個高級別聯合專案組，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要精準地切開江川市這個看似光鮮亮麗，實則內部早已潰爛流膿的毒瘤。專案組的組長由省紀委的一位副書記擔任，而副組長的任命卻在會上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周書記力排眾議，提議由我，一個資歷尚淺、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來擔任這個至關重要的角色。他說，這個案子盤根錯節，人情關係複雜，想要把它查清楚，就需要一把沒有顧忌、沒有牽絆的快刀。林默同志就是這把最合適的刀。他不是江川本地人，在那裡沒有任何人情瓜葛，背景清白，能力大家有目共睹，讓他去最合適不過。最終任命下來了，我林默被任命為掃黑除惡及經濟秩序整頓聯合專案組副組長，擁有極大的調查權限，直接向省委負責。接到調令的那天下午，江川市下了一場大雨，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被雨水沖刷的一片模糊的世界，手裡捏着那份薄薄的卻重如千鈞的任命文件。我拉開抽屜，最裡面靜靜地躺着那2張早已泛黃、起了毛邊的100元大鈔，上面的數字依然清晰。那個紅色的100，像2隻充滿了嘲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江川，我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故鄉，我回來了。但這一次，我不是那個提着土鏟、穿着破棉襖、人人羞辱的窮小子，我是帶着尚方寶劍回來清理門戶的人。復仇的劇本我已經寫了10年，現在是時候拉開帷幕了。消息是半公開的，官方渠道只發布了一條簡短的新聞通稿。為整頓江川市經濟秩序，省委決定成立聯合專案組，並公布了專案組主要領導成員的名單和照片。這個消息在江川市的官場和商場無異於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而此時的姑姑林秀芳對此還一無所知。她正和一群所謂的闊太太在她那棟豪華別墅的麻將室裡酣戰方休。麻將室裡煙霧繚繞，充滿了香水、香煙和金錢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嘔的奢靡氣息。牆上的液晶電視正播放着本地晚間新聞，那不過是他們打牌時的背景噪音。胡了，清一色，對胡，拿錢拿錢。林秀芳把牌啪的一下推倒，臉上是掩飾不住的得意和炫耀。哎呀，秀芳姐，今天手气可太好了，這都連着胡8圈了吧？旁邊一個穿着貂皮的女人一邊數着錢，一邊奉承道：“那可不。”林秀芳用她那帶着巨大鑽戒的手指夾起一張牌，慢悠悠地說：“我這人啊，就是命好，不像有些人忙活一輩子還是個窮鬼。”就在這時，電視裡那個字正腔圓的女主播開始播報那條關於專案組的新聞。近日，省委重拳出擊。喂，林秀芳不屑地瞥了一眼電視，撇撇嘴，
又是這些官樣文章，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新聞繼續播報着，鏡頭給到了專案組領導班子的成員介紹，一張張嚴肅的面孔閃過，突然，一個年輕而又堅毅的面孔赫然出現在屏幕上。嘩啦，林秀芳手裡的麻將牌像一堆失去生命的骨牌，悉數散落在桌子上，發出刺耳的撞擊聲。整個麻將室瞬間安靜了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從麻將桌轉移到了電視屏幕上，又從電視屏幕轉移到了林秀芳那張瞬間失去血色的臉上。林秀芳的嘴唇哆嗦着，手指顫抖地指着電視屏幕，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個穿着貂皮的女人湊近了看，驚訝地叫出聲來：“哎呀，秀芳姐，這個人不是……”林秀芳的腦子嗡的一聲，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裡面爆炸了。是林默，是那個被他用200塊錢打發走的土裡土氣的窮小子，是那個他10幾年不曾聯繫過，甚至已經快要忘記長相的親侄子。他怎麼會在這裡？專案組副組長，這個頭銜像一把巨大的錘子，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天靈蓋上，砸得他頭暈目眩，天旋地轉。震驚過後是狂喜，一種巨大的難以言喻的狂喜瞬間席捲了他的全身。他猛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因為動作太猛，差點把身後的椅子都帶倒了。他的聲音因為激動而變得尖銳而又高亢。他指着電視，對着滿屋子目瞪口呆的牌友們，幾乎是嘶吼着宣布：“看見沒？看見沒？那是我親侄子，我親大哥的兒子。我從小就看他有出息，這孩子打小就聰明，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這番話他說的臉不紅心不跳，仿佛當年那個往人家腳下扔錢，讓人家滾的不是他一樣。牌友們立刻用一種夾雜着嫉妒、羨慕和敬畏的複雜眼神看着他，紛紛上前恭維：“天啊，秀芳姐，你侄子這麼厲害啊，都當上這麼大的官了，你可真是好福氣啊！這下可有靠山了，以後可得讓你侄子多多關照我們啊！”林秀芳在一片吹捧聲中，感覺自己整個人都快要飄起來了。他忘記了剛才的失態，也暫時壓下了心底那一絲不易察覺的恐慌。他現在只想做一件事，立刻、馬上給這個出人頭地的好侄子打電話。與此同時，我的手機正靜靜地躺在專案組臨時辦公室的桌上，它突然開始瘋狂地震動起來，像一個被投入油鍋的活物，拼命地掙扎着。來電顯示上跳動着2個刺眼的字：姑姑。我拿起手機，看着那個號碼，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上鈎了。我故意讓他想了很久，才不緊不慢地按下接聽鍵。喂，我的聲音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哎呀，是小默嗎？是我的好侄子小默嗎？電話那頭，林秀芳的聲音熱情的仿佛能把冰塊融化，帶着一種令人作嘔的親昵和諂媚。姑姑啊，我是姑姑啊！哎呀，我的天，姑姑剛才在電視上看到你了，你可真是給咱們老林家爭光啊！姑姑就知道你不是池中之物，什麼時候有空啊，來姑姑家吃飯，姑姑給你做你最愛吃的紅燒肉，給你接風洗塵。我聽着他那番表演，胃裡一陣翻江倒海。我打斷了他的話，語氣平靜而又疏離：“姑姑你好，我現在有工作紀律，不方便私下會面，請問有什麼事嗎？”一句話就像一盆冰水，兜頭澆在了林秀芳的熱情上。電話那頭明顯地頓了一下，他似乎沒想到我會是這種反應。沒事就不能給姑姑打個電話嗎？姑姑就是想你了。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尷尬。如果沒有別的事，
我先掛了，我這裡還有個會要開。說完，不等他再開口，我便直接掛斷了電話。緊接着，姑父王建國、表哥王浩的電話像商量好了一樣，輪番轟炸我的手機。他們的說辭和林秀芳如出一轍，熱情中帶着試探，親昵中藏着目的。我對他們的回應只有3個詞：在開會，不方便，有紀律。最後，我的手機徹底安靜了下來。我知道第1輪的試探結束了，他們肯定像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尤其是姑父王建國，他那家公司的發家史乾淨得了嗎？那個所謂的城南國際項目，手續真的沒有問題嗎？我看着窗外江川市的萬家燈火，他們在我眼中構成了一張巨大而又複雜的網，而我就是那個來收網的人。電話攻勢宣告失敗後，王家消停了2天。我知道他們是在想新的对策。果然，第3天晚上，我臨時住處的門鈴響了，來的人是姑父王建國，還有跟在他身後一臉不情不願的表哥王浩。王建國的手裡提着幾個包裝的異常精美的禮盒，一看就價值不菲。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那笑容看起來比哭還難看。小莫啊，姑父知道你忙，就沒提前打招呼，冒昧上門，你可別見怪啊。王建國一邊說，一邊把禮物往屋裡塞。我堵在門口，沒有讓他們進來的意思。姑父有事說事，還有紀律規定，不能收受任何形式的禮品。我的語氣依舊是公事公辦的冷漠。王建國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隨即狠狠地推了一把身後的王浩：“你個混小子，還愣着幹什麼？還不快給你表弟道歉！”他厲聲喝道。王浩撲通一聲，竟然直接跪了下來。當然，這一跪充滿了表演的成分。表弟，不，林副組長，我錯了。王浩擠出幾滴眼淚，聲淚俱下地說：“當年是我不懂事，是我狗眼看人低，我就是個混蛋。您大人有大量，千萬別跟我這種人一般見識，就饒了我這一次吧。”我看着跪在地上的王浩，心裡沒有一絲波瀾，甚至覺得有些可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起來吧，我淡淡地說，過去的事我早就忘了。我說的是實話，我不是忘了，我是不想再把精力浪費在這些無聊的個人恩怨上。我盯着的是他父親背後那條更大的魚。王建國見我態度有所鬆動，立刻順杆爬。你看，你看，我就說小莫不是那種小肚雞腸的人。小莫啊，你看，你表哥也道歉了，咱們畢竟是一家人，打斷骨頭還連着筋。姑父在望江樓訂了一桌，就當是給你接風，也算是我們給你賠罪，你可一定要賞光啊。他的語氣近乎於哀求。我略微思索了一下，點了點頭。好，我知道這頓飯就是一場鴻門宴，但我偏要去闖一闖，有些話在電話裡說不清楚，那就當着他們的面一次性說個明白。望江樓是江川市最頂級的餐廳，一頓飯能吃掉一個普通工薪家庭1年的收入。包廂裡極盡奢華，桌上擺滿了山珍海味。王建國和王浩父子倆對我極盡殷勤，一個勁地給我夾菜敬酒。酒過3巡，王建國終於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他給我倒上一杯價格不菲的茅台，壓低了聲音，試探性地問：“小莫啊，你這次回來陣仗可不小啊。姑父就是個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從來沒做過什麼違法亂紀的事，就是那個城南國際的項目，最近外面有些風言風語，說我們拿地的手續有問題，這可都是無中生有啊。咱們都是一家人，你可得幫姑父跟上面解釋解釋啊。來了，
正題終於來了，我放下手裡的筷子，用餐巾擦了擦嘴。我抬起頭，靜靜地看着他，看得他心裡發毛。然後我笑了。我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裡拿出了一份文件，輕輕地放在了餐桌的轉盤上，慢慢地轉到了他的面前。文件的封面上印着幾個醒目的宋體字：傳喚通知書。我對上了他那雙瞬間寫滿驚恐的眼睛，語氣平靜的一字一句地說道：姑父，既然你主動提到了城南國際這個項目，那正好，我們專案組最近也收到了一些關於這個項目的舉報材料，正好有些情況需要你協助我們核實一下。這是傳喚通知書，明天上午9點，請你準時到世紀委3號樓的指定地點，說明情況。轟的一聲，我仿佛能聽到王建國和王浩父子倆大腦裡那根名為僥倖的弦徹底崩斷的聲音，他們的臉色瞬間從酒後的紅潤變成了死人一般的慘白。王建國手裡的酒杯哐當一聲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王浩更是嚇得直接從椅子上滑到了地上，抖如篩糠。這一場精心準備的鴻蒙宴被我一份輕飄飄的傳喚通知書徹底擊潰。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看着他們父子倆失魂落魄的樣子，淡淡地說：姑父，表哥，這頓飯多謝款待，我還有工作，先走一步，你們慢用。說完，我轉身離開了包廂，留下那滿桌的山珍海味和2個已經被嚇破了膽的跳梁小丑。這一晚，江川的夜色格外清明，對王建國的調查就像是擰開了一個水龍頭，那些骯髒的、見不得光的交易源源不斷地湧了出來。他那所謂的商業帝國，根本就是一個建立在官商勾結和非法交易之上的空中樓閣。城南國際那塊地，是他通過賄賂市里主管土地規劃的副市長老張，以極低的價格，用非法手段從政府手裡騙來的。而他公司的資金流，更是牽扯出了一個巨大的地下錢莊，涉案金額高達數十億。這張由權力、金錢和人情編織而成的大網，隨着我們調查的深入，被一寸寸的撕開。王浩大概是狗急跳牆了，他竟然愚蠢到去威脅一個已經答應配合我們調查的關鍵證人，還試圖將名下的大筆資產轉移到海外。他大概以為自己做得很隱秘，卻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早就在我們專案組的嚴密監控之下。我們迅速收網，在他準備出逃的那個晚上，在機場將他人贓並獲。表哥王浩因為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和非法洗錢，被依法刑事拘留。這個突破性的進展，讓整個案件的調查瞬間進入了快車道。而姑姑林秀芳在得知丈夫被傳喚，兒子被刑拘之後，徹底瘋了。她沒來找我，因為她知道找我也沒用。她竟然直接坐車跑回了鄉下老家，跑到我父母的面前，撒潑打滾，大哭大鬧。那天我正在開會，接到了父親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充滿了疲憊和無奈。莫娃，你姑姑她在家裡鬧，說我們家養了個白眼狼，六親不認的畜生，要你放你表哥一馬。電話裡，我還能清晰地聽到林秀芳那尖利刺耳的咒罵聲，她罵得很難聽，把所有能想到的惡毒詞語都用上了。我能想象得到，我那老實巴交的父母此刻正承受着多麼巨大的壓力和屈辱。我的心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很疼。我深吸了一口气，壓下心頭的怒火，用盡可能平靜的聲音對父親說：爸，你和媽先回屋，
別理他，讓他一個人在院子裡鬧。你把電話給他。電話換到了林秀芳手裡。林默，你這個天打雷劈的畜生，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們一家你才甘心？我告訴你，你表哥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他歇斯底里地咆哮着。姑姑，我叫了他一聲，我的聲音很輕，卻讓他那邊的咆哮戛然而止。你當年甩給我200塊錢，讓我滾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也是一家人？我問。電話那頭一片死寂。我繼續說，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報復誰，我是在履行我的職責。王浩也好，王建國也好，他們觸犯了法律，就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今天不辦他，明天就會有更多個像我們家一樣的普通家庭被他們這樣的人欺負，被他們這樣的人踩在腳下。我這麼做不是在害他，我是在救更多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在救他自己。言盡於此，你好自為之。說完，我掛斷了電話。我靠在椅子上，閉上眼睛，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疲憊。這場戰爭打到最後，終究還是傷到了我最不想傷害的人。證據鏈完整，事實清楚。王建國的商業帝國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他本人以及他背後那個以副市長老張為首的保護傘悉數落馬。法院開庭審理的那天，江川市萬人空巷。最終，王建國因犯有非法經營罪、行賄罪、騙取貸款罪等多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表哥王浩因為妨礙司法公正和洗錢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塵埃落定，宣判結束後，我在法院門口被一個蒼老憔悴的女人攔住了，是林秀芳。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她像是老了20歲。往日裡那些珠光寶氣和囂張氣焰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滿臉的疲憊和死灰般的絕望。他沒有像我想象中那樣對我歇斯底里，也沒有咒罵我，他只是用一雙空洞無神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動了動，問出了一個問題：你滿意了？我看着他，心裡沒有復仇的快感，只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我從口袋裡掏出了那2張被我珍藏了10幾年的皺巴巴的100元大鈔，我把錢遞到他的面前。姑姑，這個還給你。我說。他的目光落在那2張錢上，瞳孔猛地收縮了一下。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清晰地說道：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報復誰，我只是想讓所有人都明白一個道理：你可以看不起一個人窮，但你不能踐踏他的尊嚴，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一個被你踩在腳下的人有一天會站到什麼樣的高度。法律面前，沒有親情，沒有家人，只有公民。踐踏別人的尊嚴，最終總會摔得最慘。你好自為之。說完，我把那200塊錢輕輕地塞進了他的手裡，然後我轉過身，頭也不回地走進了陽光裡。那200塊錢的烙印，那段長達10年的屈辱和心魔，在這一刻被我親手歸還。煙消雲散，我終於自由了。案件結束後，我因為在此次行動中表現出色，受到了省里的嘉獎，但我拒絕了升遷的機會，選擇調回省城一個相對平靜的崗位。我用這幾年攢下的合法收入，在省城買了一套不大但很溫馨的房子，把父母從鄉下接了過來。一個週末的午後，陽光很好，我陪着父母在陽台上曬太陽。父親看着報紙，母親織着毛衣，他們的臉上是我從未見過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安心和驕傲。我的手機響了一下，是周書記發來的短信：
短信上只有一句話：守住了本心，很好。我笑了笑，把手機放回口袋。我抬起头，看着遠處的天空，雲淡風輕。我知道，真正的成功，從來不是站在多高的位置，也不是為了向誰證明什麼，而是能夠用自己的力量，守護好自己所愛的人，和內心那份來之不易的安寧。故事結束了，而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